第123章杀戮。茂密的丛林寂静而安详，偶尔几头小兽从林间跳跃而过，惊起歇踏在树枝之上的群鸟。僻静的气氛持续了没多久，便是被一道狼狈的背影所打破，瞬时间惊走满林鸟兽。没有理会自己所造成的破坏，这位有些狼狈的影子不断窜逃着，偶尔满脸惊恐地对着身后漆黑的密林中扫视一眼，那恐惧的模样就犹如身后有着洪荒凶兽在追逐一般。再次奔跑了一段距离，这名身着佣兵服装的人影抬头望着不远处的光亮，脸庞上浮现出狂喜。只要出了这该死的密林，那他就能呼喊同伴前来救援，到时候也不用再惧怕身后那索命的死神了。身体猛然一阵前冲，佣兵身体微微跃起，脚掌在树干之上狠狠一踏，顿时身形对着不远处的光亮爆射而去。近在咫尺的光亮使得佣兵脸庞上的狂喜越来越浓，然而就在下一刻，狂喜却是骤然凝固。佣兵惊骇地发现，一股突兀出现的凶猛吸力不仅强行将自己前冲的身形生生地指了下来，而且还把自己的身体扯得倒飞了回去。脸庞上掠过一抹惊骇，佣兵还来不及呼喊，一道黑影便是从身前闪掠而过，强大的破风劲气携带着闷雷般的声响，重重地砸在了胸膛之上。砰！沉闷的声响让得佣兵眼瞳骤然紧缩，胸膛之处竟然生生地凹陷了下去。巨大的力量将佣兵悬在半空的身体重重地砸下了地面，泥土飞射间，鲜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狂喷而出。睁大着眼瞳，死死地望着头顶上空那站立在树枝上的人影，佣兵眼瞳逐渐的泛白，片刻之后气息湮灭。淡漠地看着那气息消失的佣兵，树枝上那背负着巨大黑齿的少年微微握了握手掌，轻声呢喃道：第11个了，既然打算拿别人的脑袋去换钱，那便自己先有被别人斩杀的心理准备吧。树枝上的少年正是从修炼之地离开的萧炎。离开小山谷之后，萧炎仅仅是2天时间，便是遇见了10几波前来搜寻他的狼头佣兵团队伍。对于这些打算拿自己回去换赏钱的人，萧炎并没有丝毫留情的念头。一路而来，凡是8星斗者之下的狼头佣兵团团员，几乎被他全部杀了个尽。以萧炎如今的实力，在取下玄重尺之后，即使是7星斗者，也能在20回合之内将之斩杀。当然，这里的7星斗者是并没有与他等级相平的斗技的前提下，不过这样的人恐怕即使在整个狼头佣兵团里也寻不出来吧。前一天，萧炎从一名佣兵嘴中撬得了一些关于狼头佣兵团内部的消息。按那名佣兵所说，现在的狼头佣兵团实力最强者便是处于2星斗师的团长木蛇，在他的下面还有一位9星斗者与一名8星斗者的狼头高层。除去这3人，偌大的狼头佣兵团将再没有人能单枪匹马的与萧炎相抗衡。目光再次瞟了一眼那失去生机的尸体，萧炎脚尖在树枝上轻点，身体借力飘向密林之外，轻声冷笑，缓缓地盘旋消散。木力少爷，我看你狼头佣兵团有多少人可死，你派出来一个我杀一个，现在游戏才刚刚开始。混蛋，该死的！宽敞的大厅之中，木蛇听得手下不断传来的消息，暴怒的他一掌将手中的茶杯捏得粉碎，怒声咆哮道。望着陷入暴怒的木蛇，大厅内的狼头高层皆是一片寂静，谁也不敢在这时候去触他的眉头。短短2天时间，我们就已经死了15位骨干成员，这要是继续下去，我们狼头佣兵团还有人吗？重重地喘了几口粗气，木蛇嘶声道。众人面面相觑，都是哑口无言。下手之人已经确定是萧炎无疑了。望着沉默的大厅，木力干咳了一声，只得硬着头皮说道：你不是说他实力顶多与你持平吗？那为什么派出去的3名7星斗者都是死在了那家伙手中？手掌重重地拍在桌面之上，木蛇怒喝道。苦笑了一声，木力无奈的道：3个月前，那家伙就算拿出隐藏的实力，也的确只是和我不相上下，要不然在山洞之中，他也不会被我带的人逼成那副狼狈模样。可现在他所展现的实力绝对不下7星斗者，说不定
还是8星？木蛇阴沉着脸，想起某种可能，嘴角不由得抽了抽，声音中更是泛起了一抹凉意。难道那家伙在魔兽山脉中待了几个月，便成长到了这地步？闻言，穆丽眼角跳了跳，眼瞳中隐晦地掠过一抹骇然。仅仅3个月的时间，那家伙却竟然连跳了2星。这该死的混蛋究竟是怎么修炼的？这速度也太恐怖了吧！看来我所预料的果然没有错，那小子不是盏省油的灯啊！缓缓地从暴怒中恢复了理智，木蛇坐回了椅子，手指敲打在桌面之上，沉吟片刻，阴冷的道：“先暂时让我们的人撤出魔兽山脉，等2日之后，把队伍编制成5人一组，然后带好指向所用的信号弹，一同进入魔兽山脉。我要撒一张天罗地网，看那小混蛋躲哪里去！”手掌紧握，木蛇脸庞之上充斥着狰狞的杀意。是。对了，贺蒙那家伙呢？怎么没见到他？微微点了点头，木蛇目光在大厅内扫过，忽然皱眉问道：“闻言，底下众人一愣，片刻后，一人才干笑道：“听说贺蒙3团长带了几个弟兄，陪兰花酒馆的兰夫人进入魔兽山脉抓血狐了。”嘴角一抽，木蛇怒骂道：“这脑子里只知道女人的蠢货，难道不知道狼头佣兵团最近的处境吗？竟然还敢私自进入魔兽山脉，该死的家伙，迟早死在女人肚皮上。团长，3团长是8星斗者，如果他遇上萧炎，说不定还能顺便把他给收拾了呢。以那家伙的脑子，他能活着回来，我就满意得很了。”木蛇冷哼了一声，旋即烦躁地挥了挥手，不知为何，他心中总有股不安的感觉。贺蒙不同别的团员，如果他不幸也死在萧炎手中，那对狼头佣兵团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家伙回来之后，让他来见我。丢下一句怒意颇浓的话后，木蛇转身离开了窃窃私语的大厅。淡淡的月光之下，一座帐篷营地耸立在树林之中，几团淡黄的篝火在夜幕中看上去显眼之极。站在一处树梢之上，萧炎斜靠着树干，嘴中轻轻咬动着碧绿的草根，一股淡淡的苦涩味道在嘴中弥漫开来。站在树梢上，借助着重重树枝的掩护，萧炎刚好能够将下方的营地看得清清楚楚。营地中共有15名佣兵，实力大多在5星斗者左右，而在最居中的那处帐篷中，更是有一位8星斗者，而他便是萧炎此次的目标。据说他还是狼头佣兵团的3团长。以萧炎此时的实力，独斗一位8星斗者，虽然胜算颇大，不过这是在排除掉对方没有帮手的前提。看现在的情况，想要顺利击杀那名8星斗者，就必须先把其他的佣兵解决。皱着眉头望着那防守颇为严密的营地，萧炎并未立刻采取行动，而是安静地等待着最好的时机。天空之上，弯月逐渐高升，大地一片寂静。再次等待了半晌时间，淡淡的微风忽然在天地间吹拂而起，微风刮过树林，响起一阵哗哗声。感受着这股微风的风向，萧炎脸庞上扬上淡淡的笑意，手指在那戒上轻轻一弹，一小袋药粉出现在手中。这药粉是当日与小医仙分开时他所赠送，那种能够令人陷入睡眠的特效，正是现在萧炎最需要的东西。抛了抛手中的药粉，萧炎微微一笑，刚欲动手，却是发现营地中缓缓对着这边走出2名佣兵护卫。被发现了，眉头微皱，萧炎身形向阴影中缩了缩，然后淡漠地望着越来越近的2名护卫。与此同时，体内的斗气也是开始了流淌。就在2名佣兵来到萧炎树下之时，却是忽然地停了下来。2人四处望了望，然后掏出家伙小解了起来。瞧得2人的举动，萧炎松了一口气，心中低声骂了一句：“妈的，那娘们实在太风骚了，那大屁股看上去就想把他按在地上给干了。”小解之时，一名佣兵忽然满嘴粗话地骂道：“小声点吧你，那娘们可是3团长的禁脔，你敢对她做出格的事，3团长会直接把你丢去喂狼。”另外一名佣兵小心地提醒道：“七，一个烂货而已，上次我还看见他被2团长给伤了呢，不过看来他没敢对3团长说这事，嘿嘿。”
算了算了，这些事别去乱说，不然倒霉的是我们这些小兵。走吧，收拾好家伙。左边的佣兵率先转过身来，面前黑影忽然闪过，尚还来不及反应，喉咙处便是一阵剧痛，紧接着意识迅速模糊。走吧。另外一名佣兵啰嗦了一阵后，方才转过身来，望着空荡荡的身后，顿时一愣，还没来得及开口，喉咙处微微一凉，然后视线陷入黑暗，悄无声息地将两人的尸体抬进密林中。萧炎再次攀上树顶，望了望下方的营地，手中的药粉缓缓洒落。药粉借助着黑夜的掩护，在微风的携带下，悄悄地飘进了营地之中。在药粉的作用之下，营地周围的佣兵顿时接二连三地软倒而下。只是片刻时间，偌大的营地便是完全的寂静了下来。望着安静的营地，萧炎再次静等了片刻，方才从树干上跃下，提着一把从佣兵身上取下的长剑，缓缓地行进营地之中。提着长剑，萧炎顺利地穿过几座空着的帐篷，片刻后来到了营地中央位置的那所大帐篷之外。在帐篷内部火团的反射下，两条交缠的肉体正卖力地耸动着。萧炎听着那从帐篷内部传出来的男人粗重喘息声以及女人的呻吟声，嘴角挑起一抹森冷。